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10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3月24号。今天咱们聊3个新闻呢。第一个新闻呢是彭丽媛近日独自赴湖南长沙调研基层结核病的防治工作。这个中共的国家卫健委在它的官网首页上发布了相关的消息啊，包括图文和影音的报道。关于彭丽媛干政这样的传闻呢，在20大之后就一直没有断过。那甚至有人说，3中全会之所以迟迟不能召开，是因为习近平呢想把彭丽媛扶正为政治局委员。但是呢，因为受到的抵制比较严重，所以3中全会呢就不开了。咱们一会儿呢来看一下这个彭丽媛活动的这个规格，大致推算一下彭丽媛现在在党内的地位。第二个新闻呢是彭博社的一篇评论，说这个3中全会呢很快就要召开了，说习氏改革呢马上就要启动。改革这个词儿啊，现在已经被用烂了啊，不同的人赋予不同的内涵。我们一会儿会看一看这个习氏改革的内容。第三个新闻呢是刘亚洲又传出了消息，这次呢不是死缓，而是无期了啊。其实对刘亚洲的传闻并没有增加我们先前不知道的任何信息，也没有得到中共官方的确认。但是隔一段时间就传一次关于刘亚洲的新闻，确实非常的蹊跷。我们一会儿呢来分析一下到底为什么啊。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我们是先进一段这个工商服务信息啊。这个鼻炎、哮喘、皮肤病和重症肺病，在现代医学看来呢是很难根治的。如果观众朋友或者亲朋好友有这些疾病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来了解一下传统医学创造的奇迹啊，就是扁康丸。这个天然的这个清肺保健品呢，现在已经帮助全球16万鼻炎、哮喘、皮肤病和肺部疾病的患者恢复了健康，被誉为是传统医学的奇迹。来自纽约的谢女士啊，从医30多年，她曾经患有严重的哮喘呢，用过各种中西医的治疗方法，但是呢都不见效。但是服用扁康丸之后呢，10个月啊，她的低烧和哮喘、咳嗽症状呢就消失了。经过50多年潜心研究和临床验证啊，独创了这个扁康疗法的著名韩医徐孝熙院长认为说，鼻炎、哮喘、异位性皮肤病这3种疾病呢，都是由肺部积热造成的。只要将肺清理干净，恢复肺功能，强壮扁桃体，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啊，患者呢就能够恢复健康。有需要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目前市场上带有扁康丸字样的产品很多，鱼龙混杂。为了保证大家能够买到正宗的扁康丸，请到节目下方提供的扁康丸全球服务中心唯一官方指定网站购买。您可以点击右下角专家咨询进行咨询啊，然后呢，这个也可以拨打热线。扁康丸在世界多个国家都提供热线客服的这个服务，包括北美、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澳洲、欧洲和中国大陆等。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回过头来说第一个新闻。根据中共官媒日前的通报呢，中共党魁习近平在3月18号到3月21号在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和省长毛伟明的陪同下，先后到长沙和常德等地来视察。3月24号，这个国家卫健委的网站发布了关于这个彭丽媛在湖南长沙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图文和影音的报道。但是呢，就是说它虽然是3月24号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并不是3月24号，而是在3月20号，也就是当习近平在湖南考察的时候，彭丽媛呢也在湖南，只不过是彭丽媛没有跟习近平一起行动。那这一次彭丽媛在考察的时候呢，是由中共的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的局长王贺胜和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迎春来陪同。他们参观的地点是长沙雨花区洞景街啊，就是参观这个基层肺结核的防治工作。彭丽媛呢，其实他有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头衔，所以他曾经在联合国发言曾经讲过英文感觉好像发音还不错。从时间上来看呢，就是彭丽媛跟习近平在湖南的时间就是重合的哈，应该就是跟习近平一块儿去的。从陪同的规格上来讲呢，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他是属于副部级，然后呢，这个湖南的常务副省长也是副部级。因为省长跟省委书记都在陪着习近平嘛，所以说彭丽媛这边就派了几个副省部级的人陪同。基本上等于是把彭丽媛的地位定在了省部级。省部级干部通常都是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彭丽媛2个都不是啊，说明他在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像外界传的那么高。从20大之后呢，一直有一个传闻，就是中共的政治局啊，20大之后变成了24个人啊，不是奇数啊。通常来讲呢，这个政治局都是奇数嘛，这样表决的时候会有一个多数啊，有一个少数，不管怎么分的话，都会这个能够分出多数跟少数来。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共的政治局里边没有女性，这个都是跟以往不同的。所以说，如果彭丽媛能够加入其中的话，一个是把政治局委员变成25个啊，就过去的这个数量；再一个就是有了女性的代表啊，在这个政治局里边。
不过呢，现在彭丽媛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啊，需要2级跳才能够成为政治局委员，3级跳才能够进入政治局常委。以这个中共过往的惯例来看呢，这个彭丽媛想进政治局的难度是相当的大的。根据中共的组织原则啊，家人干政从来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儿，很犯忌讳。其实江青啊，大家一提到这个夫人干政，就会想起江青和叶群啊，就是毛泽东的老婆跟林彪的老婆。江青其实也是到1966年的时候才开始高调的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后，江青呢担任了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第1副组长啊，全军文革小组的顾问。这里边的原因呢，除了这个当时毛泽东为什么把江青放在政治局，给了他这么一个头衔呢？就是除了江青本人有野心之外，其实毛也觉得有些活动由江青来出面推动更有利。同时呢，这个毛泽东跟江青之间就不用打哑谜了，是吧？就很多事情可以话说得很白。这样的话呢，江青能够更准确的去把握毛的意图啊，同时推进起来的话呢，也会更快一些。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只是把江青提拔到政治局的话，那还是有些尴尬。于是呢，在1969年9大的时候，就把林彪的老婆叶群呢也安排进了政治局。所以在9大之后呢，政治局里边是有2位夫人的，一个是江青，还有一个呢就是叶群啊，都是担任政治局委员。如果要是按照这种先例去看彭丽媛进政治局的可能性，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习近平想发动新文革，他也需要一个江青式的人物。但是从彭丽媛目前的表现来看呢，没有感觉到有那么大的政治野心，也不像文革那样，习近平有一大批需要打倒的人啊，就是现在也没有。所以这个说毛泽东当时是利用这个江青呢去清理门户啊，打一些这个他不喜欢的人，但是现在习近平呢没有那么多需要打倒的人，特别是现在整个政治局常委里边这7个小矮人嘛，就基本来说全都是习近平的跟班，说靠彭丽媛去增强习近平的权力，我觉得这个呢也有点说不过去。总而言之呢，我是觉得彭丽媛进政治局的可能性相当的小。那为什么老传这个彭丽媛干政的这个消息呢？我觉得有一个原因能够解释的，就是为了让习近平更难堪啊，就是感觉好像习近平要学毛了啊，这个把彭丽媛打成江青啊，这样会让习近平呢变得更难堪一点。这个说完了这个彭丽媛干政这个事儿，这种传闻哈，咱们再说一下这个3中全会。在北京呢，这个周6的时候开幕了，就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啊。彭博社的评论呢说，尽管中共高层重申了市场准入的承诺，同时表达希望外国企业能够参与到中国经济的强烈愿望，但是这种大胆改革和开放的言论反映了当局对外企将退出中国市场的担忧。那么为了稳住外资呢，新华社在相关的报道中呢，把习近平啊被描述成为继邓小平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改革者。甚至新华社为了把习近平塑造成为改革者的形象，不惜断章取义前美国财长保尔森的话啊，说这个保尔森2014年的时候跟习近平会晤，说这个中共领导人告诉他啊，就是习近平告诉他说，这个习近平关心的主要就是改革和相关的问题。但这已经是10年前的了啊，就是2014年。实际上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2023年8月份的时候，保尔森在《华盛顿邮报》呢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表达出他对中国现在经济情况的担忧。他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这个中共加倍强化了共产党作为监督经济手段的作用。随着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关注，中共以牺牲经济扩张为代价，强调国家安全和稳定，这严重打击了中国人民的创业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所以这个习近平呢，现在美国人已经没有那么幼稚了啊，就知道他其实根本就不想改革。习近平最近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说法，目前仍然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定义。那彭博社呢，他们认为说，有关习近平这个新质生产力啊，就相关的改革呢，可能会在本届中共的3中全会上浮出水面啊。说虽然3中全会呢已经逾期，但是很快的，但是可能很快呢就会召开了。其实啊，这个我们也不用等到3中全会召开之后再看这个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想这个对这个外资啊去释放这种拥抱啊或者是这种友好的姿态。英国的《金融时报》呢，星期天3月24号的时候发了一个报道，说中共政府关于个人电脑和服务器的新采购指南，意味着说来自于英特尔和超微半导体，就是 Intel 和 AMD 的美国企业的芯片将逐步退出中共政府的电脑和服务器。也就是说，中共实际上在致力于减少对美国的这种软件和硬件的依赖。硬件的就是 Intel 跟 AMD， 那软件的话就是微软的 Windows 作业系统，可能包括一些这个数据库啊这种软体，它中共尽量的都不用这个外国的这些这个购买的这些这个商用的这些软件。那么《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其实本身已经泄露出了中共不信任外国企业的信号。
根据路透社在就是中国发展高峰论坛开幕当天发自北京的消息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高尔基耶娃在开幕发言中重申说，中国呢需要切实性的经济改革措施。他警告说现在呢中国正在面临的一个岔路口啊，要么是靠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接着往前走啊，就是胡温时期啊，甚至再往前一点，就是进入 WTO 之后的那个政策；要么的话呢是重塑自身啊，以迎接高质量增长的新时代啊，就是反正总而言之是你不能够跟国际社会脱钩的。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说可能会召开3中全会的这个事情哈，到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消息啊，咱们只能姑妄听之吧，就是不知道彭博社它相关的消息呢是从哪儿来的。最后呢，咱们再说2句关于刘亚洲最新的传闻啊。近日再次有消息人士说呢，被捕多时的原中共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已经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名呢是贪腐和利用基金会敛财。分析人士呢把这样的消息视为习近平继续整肃军中异己的一部分。这个民运的这个领导人王军涛呢日前告诉美国之音说，刘亚洲呢去年底已经被处以终身监禁啊。王军涛说他是从知情者处获悉这消息，说这个知情者呢是通过刘亚洲的亲戚得到的确认。然后王军涛说他就讲了一段对话哈，他就问那个知情者说刘亚洲会怎么处理。这个刘亚洲的亲戚呢就说关一辈子吧，不让他出来了。然后呢王军涛就问说判了吗？然后呢那边说已经处理了。然后呢这个王军涛就说什么事儿啊？那边呢就说生活作风问题啊，包养情妇啊什么之类的。后来这个王军涛说他知道还有经济问题啊，说包养情妇是不可能判无期的。这个其实呢关于刘亚洲出事这事儿，最早是在2021年12月下旬啊，这说话之间都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这个不到3年啊，2年半的时间了。北京呢就当时传出刘亚洲和他的五弟曾经担任解放军空军武汉基地政治部主任的刘亚武大校被捕。这个1年多之后呢，在中共20大和这个中共14届人大确认了习近平的这个终身连任和最高的地位之后呢，就一度传出刘亚洲被内定死缓的传闻。其实围绕刘亚洲哈这个事情一直有2个问题没有解决。我在这个频道里边也做了很多次哈，就是每次我其实都对刘亚洲相关的传闻抱有一个严重怀疑的态度啊。第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刘亚洲出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生活作风问题和这个利用基金会敛财显然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所以有人说呢，是因为他反习啊，说是因为这个他瞧不起习近平，认为习近平是没有能力把台湾打下来啊，所以就是对习近平这样的蔑视让习近平非常的不爽啊，所以他才出事了。但这个事儿首先第一呢，真的假的不知道啊。第二就是说，如果不是网上这么传，那刘亚洲对于习近平的这种看法，大家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大家知道刘亚洲啊，其实像在中共高层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效忠的那个文章啊，就是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刘亚洲呢当时就曾经发了一篇文章啊，叫做《照耀中国梦的思想火炬》。你听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很有文革的色彩哈，照耀中国梦，这是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嘛，是照耀中国梦的这个思想火炬，来吹捧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这2015年的时候哈，用的形容词相当的肉麻。当时这个刘亚洲用的形容词是什么？大手笔、大担当、大情怀、大目标、大运筹、大哲学啊、大时代、大实践、大作为等等。其实比起蔡奇的肉麻吹捧是不遑多让的。换句话说，没有看出来刘亚洲对习近平构成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胁，是吧？那为什么习近平要整刘亚洲呢？其实倒是蔡奇的威胁比刘亚洲大得多哈。他要想篡位的话，他一步之遥就篡位了嘛。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困惑的，就是到底为什么抓刘亚洲啊？在一个没有迫在眉睫的这种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抓刘亚洲啊？这是第一点。其实刘亚洲在这个太子党里边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甚至不如刘源，因为他是属于外戚嘛，他娶的是李先念的女儿，这个李小林嘛，所以说他属于外戚。外戚的话，在他们那个圈子里边，你等于还是外人进来的，所以他并没有真的特别大的这种影响力啊，他就不像是像刘源啊，可能还有一些军中的哥们儿啊，张扬啊什么这批人啊，就是原来都是一批在一块儿的嘛，长大的都是哥们儿，所以刘亚洲呢。他的这个和太子党之间的交往，那都得等他的结婚之后了啊，所以这个他很外围了啊，就相比于太子党来说很外围，所以他第一没有什么号召力啊，第二的话他也发过吹捧习的文章啊，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要通过惩办刘亚洲去震慑党内敢于挑战习近平的人，那么为什么大陆的媒体完全不报道？根本就不让大家知道，对吧？不让大家知道的话，你怎么能起到震慑作用呢？是吧？像周永康、郭伯雄之类的这种都可以报道，那才真正起到震慑作用。那刘亚洲的话，连报都不报的话，又能够起到什么震慑的这种作用呢？是吧？
这个事儿呢已经传播了将近3年了，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点信息。总而言之，反正就是在中共正式确认刘亚洲出事之前，我也很难相信就是相关的什么死缓呐、什么无期徒刑之类的，这是真的哈，很难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呢，就是说，我觉得刘亚洲如果真的出事儿哈，这么大的一个新闻，《华尔街日报》它一定会挖掘的。《华尔街日报》在20大之前，大家记得，就大概20大召开1星期之前吧，1个星期之前，《华尔街日报》就准确的预测了20大常委的人选，几乎没有人知道当时谁会进这个政治局常委，是吧？华尔街一一把他们都给点名了，所以明显《华尔街日报》是有中共高层的内线的啊。所以，如果刘亚洲真的出事儿的话，《华尔街日报》是应该跟进报道，但是呢，这个3个年头了已经啊，都没有任何的消息。总之，我觉得这个事儿呢还是相当的可疑啊。那么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炒作一次刘亚洲这个事儿？我觉得无非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消息呢，来夸奖一下刘亚洲啊，夸一下他的能力啊，他的眼界，他的这个在这个不管是军中也好啊，在文学界呀、什么之类的，他的这种威望是吧？夸刘亚洲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贬习近平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传刘亚洲出事儿啊，然后顺道夸一下刘亚洲呢，感觉就像是说彭丽媛要进政治局一样啊，只是让习近平难看的一种方式。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3个小新闻哈。那最后呢，想感谢一下香港的满先生和加州的李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那么今天是礼拜天了，就是咱们按照惯例呢，就是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哈，来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啊，就或者是说我们来交流一下思想。今天不会太长啊，因为我后面还有事儿啊。那咱们现在呢就开始。第一个问题，天老师好，近日看到了一个关于《纽约时报》的报道，感到震惊。原来该报纸过去一直大力宣传共产主义，其观点长期与中共保持一致，近期更声援恐怖主义，并且准备写专题报道攻击神韵艺术团。关于这点，想请教您的看法，为何这种媒体会得到130项普利兹奖啊？发行量还高居全美第3。其实我觉得《纽约时报》到现在已经它的这个名声已经远远不像以前那么好了。在2016年之前，《纽约时报》还是被视为一个相当可信的媒体啊，至少它表面上它还是要保持中立啊，就搞这种平衡的报道。但是呢，就是《纽约时报》从2016年之后非常的堕落哈，就是它基本来说就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了啊，就不再是一个媒体。《纽约时报》本来它的这个口号大概就是说一切值得报的他们都会报，但现在呢，他们只是报符合左派叙事的那样的一些消息和新闻。这个呢就造成这个《纽约时报》现在在就是保守主义者这边呢，包括一些就是中间阵营的人，他们都对《纽约时报》是不太相信了已经。《纽约时报》它这个声援恐怖主义啊，就是它实际上是无非是表现的那种所谓的圣母情节嘛，就是说恐怖分子啊都这么可恶是吧？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啊！但是呢，我就特别包容啊，我就能够容忍他们，我就想去感化他们，是这样的一种心理。那关于这个《纽约时报》要发一篇关于神韵的这个攻击的这个报道，现在还没有看到啊。我也是前一段时间在就是英文大纪元上看到了那个长篇的报道。至少据我所知，《纽约时报》从来都没有问过我们这边到底是什么样的看法。就是说，你至少要搞平衡报道的话，那边说什么，这边说什么，是吧？你还是要问一下。但是呢，就是他到底会报什么，他写什么的话，我觉得其实也不用怕啊。为什么不用怕呢？当年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啊，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在北京嘛，那是铺天盖地的这个媒体的妖魔化，就是所有的电视台，你只要打开，全都是污蔑法轮功，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就那么批了大概得有1个礼拜半个月的样子。就你只要打开的话，你无处可逃啊，反复播放那个妖魔化法轮功的那个视频。你想共产党他是盗取了整个国家机器啊，那法轮功怕他了吗？然后不也没怕吗？我们其实管他说什么呢，我们就做我们的事儿就完了啊。其实《纽约时报》这样的东西刊登出来之后，我觉得只能有一个效果，就是对他自己的这个信誉的打击会变得非常大。其实之前呢，那个 MSNBC 啊，就是这个美国那个三大电视台哈，这个 CBS 这个 ABC、CBS、NBS 哈、NBC 哈，他们就是也是曾经攻击过英文大纪元的，因为当时英文大纪元对于川普来说是比较持中守正的，就是比较这个就是符合平衡报道的啊。但是呢，这个 NBC 呢，他们就认为英文大纪元是川普的喉舌，那是极右翼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当时也攻击我们，这种攻击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等于是帮我们扬名了。大家记得这个有一个传闻呢，说这个好像是说是甘地讲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这个来源到底是不是甘地。就是说，
如果你的对手一开始他都瞧不起你的啊，他就 ignore you 啊，就是说根本就无视你啊，就当没看见一样。然后的话呢，当你再成长之后的话，他看起来他就开始嘲笑你啊，他就已经这个没法假装看不见了，他就开始嘲笑你啊，就觉得你特别怂啊，特别糟糕啊，开始嘲笑你。然后的话，嘲笑的时候的话，你在这个嘲笑过程中的话，又继续成长，很快就要跟他平起平坐了啊。然后的话，they get angry at you 啊，他就开始为了因为你的成长感到愤怒啊。最后的话是 you win 啊，然后呢你就赢了。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么4步嘛，就首先他们 ignore you 啊，然后呢他 laugh at you 啊，然后他这个 angry at you 啊，然后的话 you win 啊，就是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纽约时报对我们基本来说已经处在第3个阶段了啊，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啊，不用这个太把它放在心上。而且其实呢，这个纽约时报真正这种刊登它的现在啊，就是大家知道在自媒体时代，自媒体的这种影响力要比传统媒体要大得多了。纽约时报它有几十万人看，那其实我们在这个 YouTube 上做相关的这些像我们的做节目啊，就用英文讲一讲的话，能够reach到的人的话，也得有几十万啊，所以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啊。特别是这是一个自由社会，在中国大陆是我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啊，就那样我们也没怕共产党嘛。那你现在在这个美国这样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是吧？没什么可怕的哈，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啊这个事儿。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会看到有些人给你造谣啊什么之类的，你真的是觉得没法回应啊。为什么没法回应呢？因为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他就开始造谣呢。造了谣之后呢，你回应了谣言 A， 他马上就造一个谣言 B 啊，你就基本来说等于是疲于奔命似的，好像是要回应啊，没有必要。其实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十年，法轮功在海外的这些行为啊，就是不管是参加什么这个新年的游行庆祝活动啊，这个神韵艺术团在全球这样巡回演出啊，这个法轮功学员办的这些媒体啊，这个大学啊等等，其实大家已经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什么样的人了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抱着一个中立的态度，客观的看，其实你还是能够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什么样的人的。至于说，我觉得在信仰这个层面，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辩论的啊，就是耶稣说他是唯一的真神啊，然后释迦牟尼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到底谁是唯一的呢？就是这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家互相之间尊重对方的信仰自由就完了啊，没有必要在这地方非得争个你死我活。信仰的方面的话，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关于信仰自由这个权利，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共识，对吧？信仰自由是一种权利嘛，你不能去随便剥夺人家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相信了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一个人真的进了这个邪教里边了，那其实美国这种法治社会的话，你也不能因为他的思想就处罚他，你一定是因为他这个做了什么违法的行为啊去起诉去惩罚。所以其实呢，《纽约时报》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刊登了攻击神韵的艺术团，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没出息的，是吧？如果我们有什么做的不对违法的话，我们就法庭上见就完了，是吧？你何必自己在那儿弄了一个宣传机器在那说这样的话呢？是吧？我觉得挺没出息的。OK， 好吧，关于这个咱们就说这么多了啊，其实不值得说啊。《纽约时报》就那么回事，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也会引用《纽约时报》的这个一些消息啊，因为《纽约时报》它有一些，比如说关于中国大陆的消息啊，反正我自己还是能分辨的，就是关于共产党，因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美国呢，它都是比较反共的，所以《纽约时报》上一些关于共产党的那些报道呢，我还是看的，因为他们本来也反共嘛。但在美国自己内部国内事务，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那些东西呢，我就是基本上来说没有什么，就他很难骗我了。就是我看了之后，我看的时候的话，我也会抱有一定的戒心嘛。OK， 下面一个问题，张教授好，这个普丁政权灭亡以后，肯定会让俄罗斯把所占领的领土还给各国，包括乌克兰、芬兰、这个格鲁吉亚、东普鲁士、中国、日本的北方四岛。俄罗斯只保留乌拉尔山以西的原本的领土，乌拉尔山以东和车臣独立建国。新的俄罗斯和独立出来的国家让美国驻军和占领会不会更好？就像2战后占领德国和日本那样，把俄罗斯改造成为民主法治宪政国家。俄罗斯历史上就喜欢侵略和扩张领土，一直到现在死性不改，这是民族基因和劣根性的问题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说劣根性哈，其实你看西方的这些政体啊，就是西方的这些国家，如果你要是回溯1000年的话，它跟这个普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就是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在中世纪的时候跟普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很多人都觉得说中国这个古代的这种帝制啊，就是在政治上是如何的落后啊。其实中国古代的那些制度还是相当先进的，这个不是乱说的啊。就是像古代的罗马，它其实连一个正常的权力交接的规章制度都没有。就是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罗马在这个奥古斯丁之后的话，它有一段时间是有点像这个中国的这个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嘛，就是找一个最有能力的人，然后呢把这个罗马这个最高统治者的第一公民啊这种头衔呢就给他。后来到了这个3世纪危机的时候，罗马就没有再找这个最有能力的人啊，就等于禅让制度就没了。没了之后的话，他又不像中国大陆还有一个血统继承是吧？就是不行就给儿子呗。他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规章制度可循啊，于是的话就开始出现了每一次这个王权的更迭，最后都会造成非常血腥的杀戮啊，就其实比中国的那个情况糟得很多很多。很多人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这些事儿而已啊，就是他完全被共产党骗了啊，就觉得好像只有中国古代才有那么多的宫廷的政变呐，那些阴谋什么之类的。古代罗马帝国是一点都不少啊，比中国可能还糟糕啊。中国至少还有一个就是嫡长子继承的这么一个制度，罗马连这个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有点像史记中讲的秦时七路天下共主之嘛，就等于是最高权力的话是没有一个主人的，大家看谁狠啊谁就去抢，是那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再包括后来这个中世纪之后，这个就是罗马的教权就高于王权之类，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说它有很多方面的那些政教合一的这种做法，其实跟这个中国相比，我觉得还是不如中国啊。中国从来都没有搞过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嘛，从来都没有，从一开始就没有过。当然，共产党是一个邪教政权，算是搞的政教合一，就是我们说中国古代就是传统的皇权社会，从来都没搞过政教合一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历史是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说你能不能够这个近代化啊，就是能够把政府转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啊，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政府的权力进行分权和制衡，这个东西我觉得才是最关键的。这位朋友问说，如果普京政权灭亡之后，会不会把这个普京占领的领土归还各国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事儿咱们现在说有点太早了。我觉得这个美国其实不愿意管这种事儿，美国非常不愿意这个去介入其他别的国家的这种纷争啊，就是或者是介入一些其他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土的纠纷呢，这个政治体制什么之类的。美国其实他只干一件事儿，就是保证国际秩序啊，我的生意能够接着做。至于说你国内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人民的事情。我觉得美国基本来说是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去制定他的这个对外政策的。这个美国就更不可能要求俄罗斯把什么这个车臣呐、什么就是乌拉尔山以西地方独立啊，完了之后美国再占领。美国要占领的话呢，中共得吓死了，是吧？本来这个中共东北这边是跟俄罗斯接壤啊，好歹也是一个基本上来说是一个专制政权啊。现在你突然间变成一个美国控制的一个民主政权的话，中共会非常难过的啊。所以这种事情这个发生的可能性极小的。OK， 下面一位朋友问，这个美国2024年3月22号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加沙停火决议草案，而俄罗斯与中国投下否决票。俄罗斯代表甚至讥讽美国虚伪，等到加沙快被夷为平地时才提议停火。而在2023年10月18号，针对巴以冲突，巴西呼吁以人道主义暂停冲突，美国投下反对票，英国弃权，美国理由是没有提及以色列的自卫权，或许这才是俄罗斯骂美国虚伪的理由。请问张教授对这个事儿什么看法？会不会让人觉得美国双标？其实这事儿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作为以色列来讲，当他遭到这种10月7号的那个恐怖袭击的时候，当然他有自卫权。一直到现在，其实国际法都没有办法认定说这个内塔尼亚胡现在在加沙的行动是非法的，没有办法去认定这个事儿，因为他就是有自卫权嘛。只不过是呢，这个美国的左派呢，他们比较就是圣母情节吧，所谓的圣母情节，就是他觉得这个加沙的恐怖分子啊也是人啊，也要同情啊，也要给他们药品啊，也要给他们这个食品。其实真正往加沙送的那些什么食品、药品之类的，都被那些恐怖分子拿走了，平民是拿不到的啊，很难拿到的。所以其实往加沙运送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话，就是在资助恐怖分子啊，这没什么可说的。内塔尼亚胡现在也是下了决心了啊，他一直要把加沙彻底去军事化为止。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联合国安理会怎么投票没有用啊，这个内塔尼亚胡是不会收手的。那拜登的话呢，他现在其实是在做一个姿态，我从心里边并不认为拜登相信这个以色列该停火了啊，我不认为拜登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现在有很多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左派，他们支持穆斯林嘛，所以他们就会给这个在国会啊，他们就会出来这样的一些动静啊，在媒体上会搅一些这样的动静，想这个给拜登施加一些压力。拜登呢，我觉得姿态是要做的啊，就是啊呼吁停火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说让他强迫以色列停火，第一以色列不会听，第二的话，我觉得拜登他也做不到啊，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关系，谈不上什么双标了。这个我觉得俄罗斯才是双标呢啊！这个俄罗斯现在被人这个恐怖袭击了一下是吧？他这个现在又把这个祸水引向乌克兰啊，说这就是乌克兰干的。其实俄罗斯现在这个他这一次遭到恐袭啊，俄罗斯说抓到了什么四个人，说他们是往什么乌克兰方向跑，然后说是乌克兰帮助他们策划的，实际上。ISIS-K 哈，就是这个恐怖组织，他们都已经多次公开的宣布是他们干的啊，而且还公布了当时恐袭的这个相关的画面啊，非常血腥啊。那实际上就是普京呢被打脸了啊，他是为了把所有的矛盾都转嫁在乌克兰的身上，为他这个入侵乌克兰这个提供更多的理由啊。但是实际上这个 ISIS 就也在这个说普京啊，说这个完全是在瞎掰嘛。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很有意思啊，现在这个阿富汗呢。这个塔利班啊，他也是恐怖组织是吧？然后呢，他谴责这个 ISIS， 然后呢，这个加沙地区的这个哈马斯呢，他们也是恐怖组织，然后他们也谴责 ISIS，ISIS 呢谴责什么乌克兰，然后呢，这个普京呢，他可能去谴责这个以色列，反正就是说你会发现，同样都是伊斯兰教，他们互相之间内部也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啊，互相之间也是都觉得对方是异端啊，所以这就是这种极端宗教组织的话，就面临的这个问题。OK， 下面一位朋友问：人民币闪崩，我是没感觉到；日元对人民币闪崩，我倒是感觉到了。现在1万日元只能兑480人民币，以前有600。想请问教授，为什么日元贬值这么多，不唱空日本？作为赚日币的我，对购买力的下降有切身体会。其实唱空这个中共啊，其实谈不上唱空啊，只是讲说中共的经济发展前景不好。至于货币贬值的话，它是一个弹性的东西。日元贬值之后，等到日本央行加息了之后呢，这个包括这个美国开始降息了之后，这个日元的汇率是会回来的，会弹回来的。这种汇率的波动呢，也不太会影响日本的经济的发展，就对整个日本经济前景的话还是比较看好。所以说不唱空日本并不是汇率的问题哈，就是对它的经济前景是不是看好。而中共这边的话，是因为这个中共经济它的前景很糟糕嘛，这个坏账啊，什么地方债啊，这个房地产啊。这个产业链脱钩啊，什么之类的，包括大家都没有信心嘛，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问题啊。唱空中共是因为对它的经济前景看不好，并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下面一位朋友问：中共政权崩溃以后会怎样发展？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就也不用，现在有点早了，我觉得说这个事情。中共政权崩溃，我觉得是一个迟早的事情。会怎么发展呢？我觉得其实啊，这个有些话我这样讲，很多人不见得能够相信啊。中共它真的是一个邪教，它这个邪教邪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那些过去的政教都是中共的敌人。我在推特上我也经常讲，中共其实就是敌基督啊。那些这个对于大陆的这种基督教这个地下教会啊，天主教的这些地下教会啊，这种迫害呢，那这个中共它是绝不手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就中共迫害这个大陆的基督徒迫害到这个程度了，海外的基督徒为什么好像对这个事情完全视而不见？海外的很多所谓的基督徒的话，他对中共对基督教的迫害是完全视而不见。就是中共拆十字架呀，把这些人抓到监狱里边，强迫他们洗脑啊，就给他们洗脑，强迫他们要退出基督教啊，酷刑折磨呀，这些他们都可以容忍啊。但是法轮功学员他们自己的信仰自由，他们说你信的不是我们基督教，所以呢你就是怎么样，就开始攻击你。这个我真的是很难理解这样的逻辑啊。中共才是真正的敌基督，我觉得，他是把那个很多过去的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徒，然后呢，这个在让中共让他们入党啊，像吴耀宗这种啊，这三自爱国教会的，让他们像类似于入党啊，或者被统战之后呢，让他们去到这个教堂里面布道的时候去篡改圣经里面的讲的话啊，然后让这个大家都教会呢服从共产党。当时那个吴耀宗就讲了这样一句话嘛，说上帝已经把人类得救的钥匙从教会的手里夺去，交给共产党了。也就是吴耀宗当时讲，吴耀宗是那个当时中国大陆三自爱国教会的那个头嘛，那个主席嘛，他就说这个你要想得救的话，你不能再找教会了，因为你得救的钥匙上帝已经从教会中给拿走了啊，交给共产党，所以你要想
上天堂啊，你要想得救的话，你就得去听共产党的话。这种话，我觉得真的就是他就是敌基督才能讲得出来的话。这种事情，但是竟然好像是大家对此都视而不见了，就是很多这个海外的华人基督徒对此视而不见的。但是对于法轮功就特别的 picky 啊，就特别的挑剔啊，就是鸡蛋里边挑骨头，他也要去攻击你啊，这是真的是很难理解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到这个中共是一个邪教的这个事情哈，那我觉得他的这个政权崩溃，如果他是一个邪教，他如果是敌基督的话，我只是借用这样的一种概念哈。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中共垮台的话呢，其实还不是人赢了或者是人输了，是背后的那个东西输了。我以前不是经常讲过这个故事嘛，就是你看荷马史诗里边这个像《伊利亚特》啊，讲这个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表面上你看到的是希腊人和特洛伊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那些诸神呐，什么战神阿瑞斯啊，那什么智慧女神雅典娜呀，啊什么宙斯啊，什么死神呐，那都是那些人他们在天上操纵的啊，底下人在打。所以等到底下人打完了，谁赢谁输的话，其实是天上决定啊，谁赢谁输。所以就如果中共是一个邪教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也不是一个政治层面的这种征战啊。我在推特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讲这个属灵征战的问题。我是借用这个基督教的话讲属灵征战，其实跟中共之间这种对抗的话，就是属灵的征战。所以等到中共垮了之后的话呢，其实是神赢了啊。神赢了之后的话，神呢他会给这个社会一个新的规划。大家听着可以当故事听哈，就是或者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哈，我只是从这个过去基督教的这个理论上来做一些逻辑推演，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未来的人类社会会是什么样呢？我觉得神会有他的安排，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现在呢只能做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现在尽量的去揭露中共的这种邪恶吧，然后把人从这个中共那个里边拉出来。大家记得这个圣经启示录里边讲吗？当时这个最后的这一场大的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1/3的天使啊都被这个撒旦给卷进去了。所以是我们现在做的实际上是被这个撒旦卷走的这些人先把他们拉出来啊。所以像大纪元让大家这个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如果从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啊，我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最深的这个就是文化角度来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哈。所以它比我们理解的那种政治层面的这种争夺的话要深刻的多啊，比我们想象中的话这个事儿要大得多。OK， 下面一位朋友问说，张教授你好，最近中国常传出爆炸事件，江苏、河北都有，而且听说威力很大，感觉不是安全意外，会不会体制内有人反对习近平买通军队或买通海关，搞到炸药再派人进行恐怖攻击？在中国有可能靠钱买到武器吗？我知道台湾可以，但是中国不知道。比如负责监视高官的保安人员能不能用钱买通他们，让他们假装没听到他们要串通造反的内容？谢谢。以上金钱是指美金非人民币啊。这个爆炸这个事儿哈，当然我没有办法讲它是不是这个就是炸药哈，就是买到的这种炸弹之类的，可能性比较小啊，我觉得可能性相当小。这个中国大陆为什么老出爆炸呢？就是因为所有的那些大家日常经常使用的这个基础设施啊，都是有这个它的寿命的啊，而且就是说它是有这个就是比如说计算机啊、芯片呢来控制，所以呢，就是当这个大家没有钱的时候，这个所有的比如说政府也好啊，或者各级企业也好，没有钱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砍掉这种安全预算啊，就是不会花那么多的钱去维持安全。那不维持安全的话，那最后就会出这种很大的这个安全问题嘛，就会出现这种爆炸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大家也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啊，其实我们已经离不开科技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共闭关锁国，为什么它很难，就是真的闭关锁国啊？因为你闭关锁国之后的话，拿不到芯片，拿不到技术，你这个国家整个工业体系就崩了。你的那些数控机床啊，你的那些生产设备啊，你那些统计的东西啊，是不是？反正总而言之，中央控制的东西全都慢慢会失效。慢慢失效之后的话，你的这个工厂里边就没有这些生产的东西了啊！没有生产东西之后的话，你怎么办？对吧？工业不就停滞了吗？而共产党的话，它是需要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啊、监控啊、芯片呢，去来控制这个社会，所以它完全真的跟海外脱钩的话，也不可能啊，我觉得是这样。下面一位朋友，咱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吧。说美国总统制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失败，如果你认为不对，请举出一个成功的例子来。
美国的总统制由于总统权力过大，总统手里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有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议会手里什么都没有，最后像俄罗斯的叶利钦、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总统一样，把不听话的议员干掉，议会会变成花瓶，这个国家就变成了专制社会。这种理解其实对于美国这种情况来说不是很准确啊。如果总统权力那么大的话，川普啊，他就不会在这个司法部，在这个联邦调查局，他就几乎是无能为力，是吧？所以其实总统的权力非常有限，那些官员他们一旦被总统任命之后呢，他们效忠的是美国的宪法，而不是美国总统这个个人。总统有权撤换他们，但是呢，你撤换他们之后上来一个人，他仍然是宣誓效忠宪法，而不是这个效忠总统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其实不是在总统制这个问题，而是在于人变坏了啊！我觉得是人变坏了，所以在这个司法部也好，在这个联邦调查局也好，有那么一些人哈，他们是真的是把司法给武器化了，去专门迫害这个右翼人士。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总统制。我之前曾经跟大家说过哈，就是说这个政体它是有6种啊，就是君主政体、建主政体啊，这是属于独裁性质的啊。这个一个是好，一个是坏的啊，君主政体、建主政体。然后呢，还有呢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啊，这是再往下一步的。然后也是一好一坏对应的哈。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共和制度和民主制度，它是有6种不同的制度。为什么会有这种6种不同的制度？其实是跟人心是有关系的啊。就如果一个人人心特别好的话，君主制度其实是最好的制度，就是苏格拉底讲的哲人王嘛，就哲学家做王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决策效率最高啊，而且做的决策呢也最好。那比它差一点的话，就是有一些制衡啊，就是这种贵族制度啊，像古代罗马的元老院。然后呢，再往下的话就是共和制度，美国现在其实就是共和制度啊。还有就是民主制度了，就是有些国家其实没有什么法治，然后法治不彰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属于那种民主制度啊。然后再往上糟糕一点的话，就寡头政治啊，就是一群坏人分赃啊。那么再往上最糟糕的是一个最坏的人个人独裁啊，那是最坏的一个情况。像毛时代啊，包括现在习近平时代啊，都有点这种建主政治的这种味道。所以我说这个其实制度本身可能我也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最关键的其实还是人心啊。人心变坏的话，什么制度都不好使了。OK， 好吧，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40多分钟了。这个今天因为还有其他别的事儿，咱们就这个暂时聊到这里。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